全球大约有16亿只麻雀，为何却很少见到麻雀尸体？它们究竟去哪了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城市乡村到处都是小麻雀，但很少能看到麻雀的尸体？全球麻雀加起来少说都有16亿，这些麻雀的尸体究竟都去哪了？点个赞，咱们展开来说说。麻雀这种动物的寿命只有1到3年，在野外麻雀的生存是非常的艰难的，它们每天都需要应对各种危险。你肯定会觉得，麻雀和人类生活在一起，难不成人类还会伤害它们吗？事实上，除了人类外，小麻雀更害怕的是猫。我们知道猫其实是肉食性的动物，它们除了捕捉老鼠外，小鸟也在它们的食物清单上，不然为什么小区里能存活这么多的流浪猫？所以你看不到麻雀的尸体，很大程度上是被流浪猫给吃掉了。曾经有一篇报道是关于我国1年至少121亿野生动物死于猫的嘴巴里的文章，当时还引发了爱鸟人士和爱猫人士的一场激烈争论。当然，除了猫咪这个清道夫外，空中的飞禽也时刻威胁着小麻雀，比如喜鹊。你肯定想象不到喜鹊这样的报喜鸟居然会吃麻雀。其实喜鹊是一种脾气不太美丽的鸟类，它们除了会吃害虫以外，也会吃麻雀。每当它们遇到猎物的时候，就会用自己尖锐的嘴部去啄击对手的头部，如果对手想跑，它就会在后面穷追猛打。它们飞得很快，很多动物都追不上它。另外，喜鹊还是一个头脑聪明鸟类，最喜欢抱团打架，把对手整得七荤八素，最后将其拿下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些受伤的麻雀掉落在地上，说不定它刚刚正和什么动物曾殊死搏斗过。为何野生麻雀怎么样都养不活？小时候经常能在地上看到受伤的小麻雀，由于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娇小，肉乎乎的，所以很多人都有过把它们抓起来饲养念头，但很少有人能把麻雀养活。老人们常说鸟是有气性的动物，也就是会有应激的反应。即便是它们和人生活这么久，但只要你靠近它们，这些小家伙就会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飞走了。可见它们是有着非常强的戒心的。而受伤的麻雀落入你的手中，内心必然是慌的一批。再被你捉到笼子里，麻雀就会很紧张，它们的肾上腺素就会突然激增，最终导致麻雀呼吸急促、缺氧致死，看上去就像有些人心梗了一样。另外，麻雀是抱团的动物，和自己的族群分开后，心情就会变得不美丽。这个时候，它们拒绝人类的一切献殷勤，比如喂食、喂水，甚至闭上眼睛都不想鸟你，最后修炼成仙。最后就是麻雀受伤感染而死了。麻雀警惕性如此强，能落在你的手里，一定是身体某处受伤了。如果此时不加以医治，就会感染而死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当你将麻雀关在笼子里的时候，它们的反应通常就是敌不动我不动，但是你不在的时候，它们会疯狂撞击笼子试图逃离，这就很容易受伤，最后导致死亡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捡到野生麻雀会养不活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养麻雀的经历呢？评论区一起聊聊吧。麻雀作为曾经的四害之一，为何变成了保护动物了呢？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农耕文明的国家，很早的时候劳动人民发现，每当稻谷成熟，就有一伙小强盗成团袭击庄稼，使得人们的粮食减产。于是人类便将麻雀和蟑螂、老鼠等划分在一起。为此，国家还积极鼓励人民对麻雀进行制裁。有数据统计过，我国的人们曾累计消灭将近20亿的麻雀，没成想差点把麻雀给裁到绝种。本以为粮食能得到高产时，却发现不光庄稼颗粒无收，还闹出了很多的虫灾。随着科学的发展，人们渐渐发现，原来麻雀这种鸟类在成年以前是吃昆虫长大的。通俗来讲，就是麻雀吃虫子多过吃庄稼。所以权衡利弊来看，麻雀不能再杀了，而且还得保护起来。因此，在2013年的时候，因为前面大肆捕杀麻雀，导致麻雀濒危，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，受到国家法律保护。如果盲目滥杀，是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。事实上，现在很多的动物都受到国家保护，你或许不能理解，但是从麻雀身上我们也能看到，如果物种灭绝是会对人类造成影响的，所以我们也要保护好这些动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点赞3连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积极留言评论。